500两，3天，连本带利，拿不出来，我萧景怀自己跳进城东那条护林河，这座祖宅连地契双手奉上。好一个萧大少爷！我收债这么多年，刀架脖子上哭爹喊娘的见多了，头一回见有人赌自己的命赌得这么痛快。行，3天后拿不出500两，你别说跳河，你想留条全尸，我都未必答应。手机，我的手机呢？心梗，我这是死了，然后又活了。少爷，您醒了。少爷，您喝点米汤吧。小的把您那块玉佩当了，换了半灵米。咱们省着点儿，还能撑2天。20年前我也是这样，穷得叮当响，合伙人卷款跑路，实验室被查封。那时候也有一个人，什么都没说，就是守着我，陪我把最后一锅料熬出来。延安，少爷，小的在。门外那些人是什么来头？那是城里专门替人倒债的催命阎罗，孙九他们是周老爷手下的人。他们说，今天要是拿不出钱，就要贴封条把祖宅抵了债。周洪泰，青石县第1盐商。还有苏小姐也来了，她带着好多人在门口说要退婚。走吧，去会会客人。哟，这不是萧大少爷吗？小的还以为您死在里头了呢。怎么样，钱凑齐了没有？500两，一个铜板都不能少。景怀，我今日来是想跟你把话说清楚。我们苏萧2家的婚约作废吧。我苏婉清断不能嫁给你这样一个倾家荡产，连亲爹都活活气死的败家子。传出去，我苏家的脸面往哪儿搁？苏小姐说的对，谁愿意嫁个废物啊？听说连他爹的丧费都是借的，真是造孽！你们欺人太甚！我家少爷他……延安，苏小姐想退婚，好啊。延安，屋里那方旧砚台还在吧？嬷嬷。签吧。你就不挽留一下？挽留？苏小姐，我送你8个字。哪8个字？良禽择木，我不强求，只是不知道苏小姐这次择的这棵木，是不是真的能让你高枕无忧？从今往后，我苏婉清与你萧景璜再无半分干系。慢着，退婚书我收下了。不过苏小姐，你方才说我萧家出行彻底完了，这话我可不爱听。萧大少爷，您这是说的什么胡话？您欠周老爷的500两，白纸黑字，赌房里画了押的。今天拿不出钱，这宅子就得归周老爷。我没有胡搅，您要是再敢胡搅蛮缠，我是想跟你做个约定。准确的说，是跟你身后那位周老爷做个约定。萧公子有话，但说无妨。周某洗耳恭听。一个青楼浪荡子，怎么会突然在赌房里把价值数万两的家业一夜输光？灌酒、做局、设套，这背后一定有一只手，而这只手的主人10有8九就站在我面前。周老爷，我欠你500两，认。按理说，今天我拿不出钱，这宅子就该归你。可这是我萧家的祖宅，我爹的牌位还在里头供着，就这么被人贴了封条抬走，我萧景怀死了都没脸去见我爹。那萧公子的意思是，我想跟你赌一把，赌大的。哦，怎么个赌法？3天，给我3天时间，3天之内，我不仅把这500两的债连本带利还给你，我再额外多给你100两，当做利钱，当做我萧景怀赔的不是。600两？他疯了吧？他连下顿饭都吃不上，拿什么还600两？萧大少爷，您可真敢说，您当600两是6文钱呐！我还没说完，如果3天之后我拿不出这600两，这座祖宅地契房契我双手奉上，绝无二话。除此之外，我萧景怀就从城东那座断魂崖上纵身跳进护城河里，给周老爷您赔个不是。萧景怀，你疯了！少爷，你不能这么做啊！少爷，命没了，什么都没了。我什么时候做过没把握的赔本买卖？
赢了，我就能名正言顺拿到这块觊觎已久的地皮；输了，一个倾家荡产的废物的命，在我眼里连一坛好酒都不如。更何况他绝无可能凑出这600两。好，萧公子果然是性情中人。这个赌周某接了，3日为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封条先撤了，3天后我亲自来取这座宅子。少爷，咱们真的能凑出600两吗？咱们连6文钱都没有了。叶安，你知道吗？20年前我也是从这么几个同伴起家的。20年前，少爷您今年才18呀。走，干活去。今天我带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点石成金。草木灰，灶堂里有，管够。生石灰，墙角那堆刷墙剩的够用。猪油，叶安，这7文钱你拿去，到城南的肉铺买他们家最便宜最不要的那种板油和肥膘的边角料，越多越好，越便宜越好。少爷，您要吃肉，可这7文钱买不了多少啊！而且咱们现在哪还有心思吃肉啊？不是吃，是练。练？去吧，记住，跟肉铺老板说要那种最油腻、最便宜的下脚料。他要是觉得奇怪，你就说我萧大少爷穷疯了，要熬油吃。少爷，成了！那肉铺老板听说是您要，本来以为我胡说，后来一看真是穷的叮当响，反倒可怜咱们。嘿嘿，这一大块本来要10几文的，他只收了我5文，还多搭了一块。火不要太大，慢慢熬。少爷，这味儿可真冲！您熬这么一大锅猪油，到底要干嘛呀？别急，这只是第一步。少爷，您这是淘草木灰，这脏水有什么用？这可不是脏水，燕安，你看好了，草木灰里含有碳酸钾，溶于水就是碱液，浓度还不够，得反复淋滤几遍，再加生石灰。哎呀，少爷，这水自己烧起来了，这是妖法吗？什么妖法？这是格物。生石灰是氧化钙，遇水生成一氧化钙，放热，一氧化钙再和碳酸钾反应，刻化，生成一氧化钾，强结。化学的本质，古代和现代没有任何区别。皂化反应就是油脂和凉寒生成高级制香酸盐，也就是肥皂。只要懂原理，哪怕在这个连化学2个字都没有的古代，我也照样能把这堆破烂变成黄金。燕安，看好了，接下来才是真正的仙术。开始搅。少爷，要搅到什么时候啊？搅到它们融为一体，变得像熬稠的米糊一样。这个过程急不得，火候和时间差一点都不行。少爷，您看，它变稠了，像黏糊一样。成了，皂化反应完成了。燕安，少爷，小的在。去后院把那棵老桂花树上的桂花摘一些干净的下来。好香啊！少爷，这洋糊怎么这么香？这可不是浆糊，等它放凉凝固，脱了模，你就知道这是什么了。得晾上1晚，让它彻底凝固熟化。急不得，明天的销售渠道、定价策略、包装、话术，还有周宏泰。少爷，您快来看，成了，真的成了！少爷，这真是用那臭烘烘的猪油变出来的，它好香，摸起来还滑滑的，这到底是什么宝贝啊？火候掌握的不错，硬度、质地、香味都恰到好处。这个东西我给它起个名字，叫胰子。胰子，或者你也可以叫它桂花香胰。燕安，打盆水来。我的天爷啊！少爷，这也太神了！这油垢我用皂角洗了半天都洗不掉的，它几下就洗干净了。这就是这块桂花香胰的本事，去污如神，还带着满身桂花香。燕安，你说这样的好东西，城里那些娇生惯养的贵妇小姐们会不会喜欢？喜欢，肯定喜欢。这么香，洗得又干净，谁不喜欢啊？少爷，咱们是不是可以拿去卖钱？不错，孺子可教。燕安，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是你，你会拿着12块香鱼
去哪里卖？去集市上摆个摊儿，咱们这香芋这么好，肯定有人买。错啊？为什么呀？燕安，你记住，卖东西卖的从来不只是东西本身，卖的是值不值3个字。同样一块香姨，放在集市的地摊上，跟臭鱼烂虾、针头线老摆在一起，贩夫走卒来来往往，你能卖出什么价？3文、5文。就算它再好用，在那个地方，它也只是个洗衣服的物件。贱卖！可是，如果我把它放到全城最高档、最金贵的地方去卖呢？如果我告诉那些有钱人，这是来自西洋的稀世贡品，千金难求，有钱的未必买不到呢。那就值钱了，就跟那些大户人家非要花大价钱买什么西洋钟、别做地毯一样，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可摆的地方不一样，身价就不一样了。对喽，这就叫人的眼睛看的是身价，人的心里认的是稀罕。那少爷，咱们要去哪儿卖？青石县最有钱、最舍得花钱，也最喜欢稀罕物件的地方在哪里？少爷，您是说那个醉仙楼？那可是青楼啊！没错。走，带上你的宝贝。今天我萧景怀要让整个醉仙楼的人为我这12块香姨疯狂。这位公子，我们醉仙楼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你这人好生无礼！你可知道我家少爷是谁？这是……我是谁不重要，我来是给你们楼里的姑娘送一样好东西。好东西？公子，我们楼里什么好东西没见过？金的、银的、绫罗绸缎、珠宝玉器，就凭你？哎呀，我的裙子！花魁姑娘，您没事吧？这可如何是好？那砚台里的墨汁全泼上去了，这可是云锦做的罗裙啊！快拿水来洗！洗？云锦最是娇贵，沾了墨，用水洗只会越洗越滑。这裙子毁了。哎呦，花魁姑娘那条罗裙可遭了殃了，几百两银子呢。机会来了。这位姑娘，墨迹未干，尚有救。公子何意？我有一物，可解姑娘罗裙之意。哎，你少在这胡说八道！花魁姑娘的罗裙，岂是你能碰的？要是洗坏了，你赔得起吗？我若洗坏了，按市价10倍赔偿。10倍？那可是几千两银子！这公子好大的口气！也罢，反正这裙子用水洗也是毁，不如就让公子一试。云儿，请这位公子上楼。公子要如何洗？取一盆清水来即可。好香！这是何物？姑娘看了便知。洗掉了，真的洗掉了！天哪，云锦上的墨迹竟然真的被洗掉了！这是什么神仙物件啊？敢问公子高姓大名？此等神物又是何来历？在下萧景怀。萧景怀？可是那个败光了家产、气死了亲爹的萧家废物少爷。至于此物，乃是西洋商人漂洋过海带来的稀世之珍，名唤贵家香鱼。整个大梁目前只此一家。它去污如神，洁净如漆，更兼桂花清香，经久不散。无论是名贵的绫罗绸缎，还是娇嫩的玉手肌肤，用它来清洗洗濯，皆是极好。这样的好东西，姑娘，你说它该值多少钱？公子这香鱼确是神物，如此珍品，云儿斗胆，愿出5两银子，买下公子手中这一块，公子可愿割爱？5两银子买一块洗衣服的东西，寻常人家5两够嚼用大半年了。姑娘的报价有心了，只是姑娘，你出5两，我若卖了，旁人便会觉得这香鱼只值5两。可这桂花香鱼，我此次入手，统共只得12块，12块卖1块，便少1块，卖完便再无第2批。如此稀罕之物，你说我若是论块去卖，5两10两的往外卖，岂不是辱没了他？那公子的意思是？这样吧，既然这桂花香鱼是稀世之珍，我萧景恒也不愿独占。今日我便将手中这12块香鱼拿出来，价格嘛，2两。2两？这么便宜？方才花魁姑娘还出5两呢。这2两可不是买1块，是买一个机会。
一个能从我这12块香仪里抢到1块的机会。换言之，我这12块香仪，谁先把2两银子拍在桌上，这香仪就归谁。先到先得，售完即止。卖完了，诸位就是出10两、20两，我萧景怀也再没有了。2两，我要1块。给我留1块，我先来的。凭什么给你？我钱都掏出来了。小二，快帮我抢1块！这香芋太神了，我家门下的肯定喜欢。少爷，24两，咱们卖了24两啊！萧公子，今日一见，云儿方知什么叫人不可貌相。公子之能，云儿佩服。姑娘谬赞，萧某不过是做了点小生意罢了。小生意，这满城的达官显贵、夫人小姐，可都是公子的主顾。那就多谢姑娘了。日后萧某的香仪定当优先供给醉仙楼。一言为定。少爷，我们真的赚了24两，我活了15年，从没见过这么多银子。少爷，您可真是神了！那个造化反应，还有那个限量先到先得，太厉害了！这才哪儿到哪儿，24两，连个零头都算不上。3天之约600两，今天24两，刚刚起步。明天把醉仙楼的市借起来，扩大产量，再开几个新渠道，凑齐600两，绰绰有余。对了，少爷，方才在楼里，我看见苏小姐身边那个叫翠儿的丫鬟也躲在人群里，她好像也想买香吃来着，可被人挤出去了，没抢到。有意思，看来这出戏还有的唱。听说了吗？焦家那位少爷搞出了个西洋来的桂花香仪，神了，能把云水上的墨汁都洗干净，何止啊！我听说他在醉仙楼一炷香的功夫就卖了24两银子，那帮有钱的太太小姐跟疯了一样抢，真是邪门了。前几天还说他要跳河呢，这转眼就发达了。人家这叫深藏不露，说不定以前那些败家的传闻都是装的呢。小姐，那香仪真的太神奇了，奴婢亲眼看见的，那么黑的墨汁几下就洗没了，还可香了。那些夫人小姐2两银子1块，抢都抢不到，奴婢挤了半天，胳膊都被挤青了，都没抢着。够了！那个废物，那个我追了3年，卑微到尘埃里，被我毫不留情一脚踹开的废物萧景玄，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神通广大？可现在他一天就赚了24两，那600两，难道他真的凑得齐？不可能，他不过是侥幸搞出了一个一次性的玩意儿罢了，一锤子买卖，卖完就没了，他凑不齐600两的。翠儿，小姐，奴婢在。你再去一趟醉仙楼，不，你去萧家，想办法给我也买几块那个桂花香石回来。哼，我倒要看看那东西究竟是不是真的那么神。燕安，记住，庄稼汉们只负责出力气，熬油、烧灰、看火，下碱搅拌的火候只能你来盯着，一步一步都按我教你的来。少爷您放心，这是咱们家东山再起的命根子，小的就是拼了命也给您看好了。翠儿姑娘，你来做什么？那个，我家小姐听闻公子的桂花香石是稀世神物，心生仰慕，特命奴婢前来，想买上几块，还望公子行个方便。心生仰慕，翠儿姑娘，你且等着。萧景怀，你欺人太甚！欺人太甚，翠儿姑娘，这话你说反了吧？前几日是谁带着一帮恶奴堵在我萧家门口，踩着我父亲的灵堂，说我萧家是扶不起的烂泥？又是谁当着全城人的面把那纸婚约摔在我脸上，说嫁给我是脏了苏家的门甲？那时候你们苏家的脸面可比这天还大。怎么如今见我这烂泥似乎要浮上墙了，就又想起来要跟我行个方便了？你回去告诉你家小姐，我萧景怀的桂花香仪是稀世珍宝，千金难求，但是我萧家就是把这香仪扔进缸水里，也绝不会卖给她。少爷，
你骂的太好了，太解气了。骂回去只是小道。燕安，记住，跟苏婉清这种人计较是浪费时间。我们的眼睛要看着更重要的东西。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人设局坑了我，害死了我爹，还有我那600两的赌约。少爷，算清楚了，这3天咱们卖香鱼，统共进项782两。很好，看来周老爷的盘我们接得起了。萧大少爷，3天之期已到，周老爷请您过府一叙啊！萧公子，别来无恙啊！3日之期已到，不知公子那600两银子是凑齐了，还是准备好去断魂崖看风景了？周老爷，这么着急，急着要银子，还是急着要我这条命啊？萧公子说笑了，愿赌服输，周某只是来履行3日之约罢了。好啊，燕安。少爷，周老爷，你数数，500两本金，100两利钱，统共700两整。我萧景怀多给你100两，赔个不是。萧景怀，你……周老爷，赌约已了。好得很，萧景怀，你最好一直都这么风光下去。苏小姐，还请回吧。我萧家这块苏氏鱼狗恕不接待的牌子会一直挂着的。少爷，我们赢了，我们保住祖宅了。那晚陪您赌的牌搭子，给您灌酒的伙计，连那个庄稼都是周老爷一手安排的。萧公子，您可能不知道，您家老爷子手里攥着一份祖传的盐引。周老爷想独霸青石县盐业，这份盐引就是他的眼中钉。您终于明白了吧？所以他才设这么个局，要把您萧家彻底搞垮，名正言顺的把盐引连同祖宅一起吞下去。周洪泰，你为了一份盐引，逼死了我的父亲。那好，我就用盐让你万劫不复。我会让你亲眼看着，你最引以为傲的盐如何变成埋葬你自己的坟墓。孩儿不孝，从前的孩儿荒唐败家，最后还害得您含恨而终。这笔账孩儿记下了。但是爹，您放心，从今往后，孩儿会替您把这个家重新撑起来。坑害我萧家的人，害死您的人，孩儿绝不会让他有好下场。香皂利润虽高，但盘子太小。青石县就这么大，有钱人就这么多。香仪是奢侈品，买过一次的，短时间内不会再买。这门生意做到顶，1年也就1万把两银子。真正的大生意是盐。少爷，不好了！何事惊慌？咱们买不到盐了。小的方才去市集采买，城里那几家盐铺全都不肯卖盐给咱们了，说是周老爷下了令。来了，果然，周洪泰那条老狐狸不会善罢甘休。那掌柜的一看是萧记的人，直接就把小的轰出来了。小的不死心，又跑去广盛盐铺，结果一样。那掌柜的说，周老爷有令，谁敢卖盐给萧家，谁敢给萧记供货，以后全县的盐铺就都不卖盐给他。少爷，这青石县大大小小的盐铺，10有8九都是周老爷的产业，剩下的也都看他脸色行事。他这一道令下来，咱们连吃的盐都买不到了呀！咱们刚有点起色，难道就要被周老爷这么活活困死吗？困死了！燕安，你把事情想反了。周洪泰这一招看似凶狠，断我活路，可实际上他这是自己把命门送到了我面前。他用盐来困我，那我就偏要用盐来绝他的根。萧大少爷，别来无恙啊！听说萧记的香仪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恭喜恭喜啊！周老爷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只是不知周老爷今日是来道喜的，还是……萧公子果然是快人快语啊！也罢，我周某人
也不跟你绕弯子。萧大少爷，你那个桂花香仪确实是个好东西，赚了不少脂粉钱吧？可萧公子，你别忘了，这做人呢，光会洗手是活不下去的，不洗手顶多脏点，死不了人。可这盐，我周洪泰只长着这青石县90%的盐路，我说一句话，你萧家连一粒盐都别想买到。周老爷，你说的这些我都记下了。你只长90%盐路，要断我萧家的盐。好，我倒要谢谢你。谢我？萧景怀，你莫不是被我逼疯了，在说胡话？我有没有疯，周老爷，你很快就会知道。周老爷今日的话，萧某听明白了。门口风大，恕不远送。哼，装神弄鬼！萧景怀，我等着看你是怎么变出盐来的。少爷，那周老爷把话都说死了，这青石县的盐，咱们是真的一粒都买不到了。您方才为什么还要谢他呀？咱们接下来可怎么办呢？燕安，你听没听说过城西20里外有座荒山？少爷，您说的是那座鬼见愁？哦，看来也听过，说说看。那座山啊，可邪门了，山上不长草，不生树，光秃秃的，远远看着就跟个鬼地方似的。最要命的是，那山里有一种盐。对，我要的就是那盐。可那盐是毒盐。听说早年间有不懂事的山民贪图便宜，挖了那山里的盐回去吃，结果呢，吃了那盐的人没几天就出事了。打那以后，这座山就被叫做鬼见愁，官府也立了碑，严禁任何人采挖，那山就成了个谁都不敢碰的晦气的废地。少爷，您怎么突然问起这座山了？既然全县的好盐我都买不到了，那我就去买一座谁都不敢要的毒盐山。少爷，你要买那座鬼见城？那山上全是毒盐啊！你买它做什么呀？燕安，你立刻去办2件事。第一，去打听清楚那座鬼见愁现在归谁管，要怎么才能买下来。记住，要悄悄的打听，别声张。少爷您说。第2件呢？帮我约一个人。约谁？城南的雷震虎。你就是萧景怀，萧明远的那个败家儿子？正是。萧景怀见过雷大当家。这青石县有头有脸的人物，见了我雷某人都得绕着走。你倒好，自己送上门来了。说吧，找我什么事儿？看在你爹当年对我有恩的份上，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要求，我可以考虑卖你萧家一个面子。果然，这雷震虎嘴上凶悍，心里却始终记着萧家的恩情。雷大当家快人快语，那萧某也就不绕弯子了。我今日来不是来求雷大当家卖面子的。哦，那是来做什么？我是来跟雷大当家做一笔大生意的，能让雷大当家和你手底下这上百号兄弟从此不必再刀头舔血看人脸色，堂堂正正赚大钱的生意。做生意？萧大少爷，你没搞错吧？我雷震虎是个粗人，我们会做什么生意？再说了，你萧家如今是个什么光景？我虽不管闲事儿，却也有所耳闻。你刚被那周洪泰下了断盐令，全县的盐都买不到了吧？哼，自己都泥菩萨过江了，还想拉着我做生意？萧大少爷，你这是病急乱投医呀！雷大当家说的没错，可雷大当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我萧景怀不仅能买到盐，还能造出比周洪泰卖的更白、更纯、更好的盐呢？造盐？对，造盐，造一种周洪泰永远也造不出来的雪花一样洁白的好盐。而雷大当家，你手底下的兄弟就是我萧记盐路的护卫和经销，明的你们是我萧记的护院标示，行走天下，风光体面；暗的，这天底下最赚钱的盐生意，有我萧景华一份，就有你雷震虎一份。雷大当家，你说这笔生意够不够大？萧大少爷，你说的天花乱坠，可你拿什么造盐？那白花花的雪盐是那么好造的吗？周洪泰那样的盐业巨侯，经营了几十年，也没造出你说的那种雪花的那种雪花盐。你一个纨绔，你凭什么？燕安，把我让你打听的事跟雷大当家说说。雷大当家，我家少爷让小的打听了一座山。哪座山？城西20多外的鬼见愁。鬼见愁？你说那座长满了毒盐，连官府都立碑禁采的废山？对，小的打听清楚了，那座山因为是毒地，人人避之不及，早就荒废了。如今名义上归官府管，但官府也嫌它晦气，根本没人管。
只要花点钱，上下打底一下，就能把它整座买下来，而且价钱低得吓人。萧景怀，你到底要干什么？那是座毒山，毒山上面的盐是要吃死人的，你买它，难道是想去害全城的人吗？雷大当家，在我眼里，那座山上的不是毒盐，是白花花的银子。行，萧大少爷，你这个人我雷震虎看不透，但你爹是我的恩人，你说的那个未来，我也信你一回。这座鬼建筑，我雷震虎帮你买下来。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真敢用那毒盐害人，坏了良心，我雷震虎第一个饶不了你。雷大当家放心，我萧景怀要做的是行销天下的良心好盐，不是害人的毒药，这一点我可以对天发誓。等我造出第一锅血盐，雷大当家你亲口尝了便知。少爷，咱们真的只花了50两，就买下了一座山。50两买一座金山，燕安，这就是别人眼里的废物，在我眼里的价值。少爷，这些就是毒盐，看着跟好盐也没什么两样啊，怎么就毒死人了呢？区别就在这里面藏着的毒。这种毒盐主要成分还是食盐，但里面混入了大量有害的杂质。古人不懂，只当是盐有毒，还有一些杂质让这盐发苦发涩，品相极差。只要把这些毒和杂全都除掉，就能留下最纯净的盐。燕安，生火烧水，把这些盐全都倒进这口大锅里，加水溶解。第一步，溶解完成。接下来是去毒的关键。少爷，这白色的沉底子就是那个毒。对，那要命的毒连同其他杂质全都变成了这些沉淀，沉在锅底了。现在上面这层清水里就只剩下干干净净的盐了。接下来过滤，木炭脱色除杂。现在这盐水的纯度已经很高了，只剩最后一步，结晶。成了。少爷，这真的能吃吗？它真的没毒了吗？啊，少爷，不可啊！咸，干净的咸，没有毒，没有杂味，比周洪泰卖的那些发苦发涩的官盐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都愣着干什么？都来尝尝，尝尝你们亲手造出来的雪花盐。咸，是好盐，这是顶顶好的好盐啊，比我这辈子吃过的任何盐都好。这毒盐山上的毒盐真的变成好盐了。萧少爷，您简直是活神仙啊！少爷，咱们造出了这么好的盐，为什么不直接开店卖呢？咱们这雪盐又白又纯，肯定比周洪泰那破盐好卖100倍。燕安，你又把事情想简单了。你忘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周洪泰下了断盐令，他执掌全县9成盐路，跟官府也是穿一条裤子。我们若是这时候大张旗鼓开个盐铺卖盐，你猜会怎么样？周洪泰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会派人来砸场子，甚至会勾结官府，说咱们的盐来路不明是私盐，把咱们抓起来。不错，我们的盐虽然是从自己山上提纯的，但在官府那套盐引专营的规矩里，没有合法的引子就是私盐，贩卖私盐是重罪。周洪泰正愁找不到名正言顺的借口来对付我们，我们若是这时候明着卖盐，岂不是自己把刀递到了他手里？那这可怎么办？咱们造了盐却不能卖，那不是白忙活了吗？等时机成熟，我们的盐就能在一夜之间铺满整个青石县。少爷，您这是把好好的盐又融回水里了，这是要做什么？燕安，你可知道这青石县谁最缺盐，最需要盐，却又最买不起好盐？是那些码头上扛大包的苦力，还有城外修河堤、踩石头的义夫。不错，他们每天卖力气干活，出大力，流大汗，身体里的盐分流失的最快。可他们又是最穷的一群人，根本吃不起，也舍不得吃那些金贵的官盐，所以他们常常因为缺盐而浑身乏力，四肢酸软，干活没有力气。而我这瓶盐水喝下去，正好能补充他们流失的盐分，喝完浑身有劲，干活自然事半功倍。少爷，您是想把这盐水送给那些苦力喝？对，但不是直接送。我要让雷大当家的兄弟假扮成走街串巷的游商，把这瓶盐水包装成一种能强身健体、补充力气的神仙水。
神仙水？对，免费送给那些码头上的苦力、工地上的义父、仙长，他们干活累了，口渴乏力，喝上这么一瓶清清凉凉还有点咸味的神仙水，立刻就会觉得浑身舒坦，力气都回来了。一来二去，这些苦力就会对这神仙水形成依赖，他们会以为是这水有神效，会奔走相告，会主动来打听这神仙水是从哪里来的。而雷大当家的那些兄弟就借着送水的由头，顺理成章地跟这些底层苦替义夫混熟，建立起联系，渗透进这青石县的每一个最底层的角落。这哪里是送水，这是在用最不起眼的方式，悄无声息的编织一张覆盖整个青石县底层社会的大网。这张网既是少爷未来贩盐最庞大、最隐秘的销售渠道，也是雷震虎那帮黑道兄弟从打手转型为地下经销网的完美契机。更重要的是，民心高。少爷，您这一招实在是高。送出去的是免费的盐水，收回去的却是一整张网，还有那么多人的人心。这就叫放长线钓大鱼。萧大少爷，不，萧老板，我雷震虎在这青石县混了半辈子，自以为见多识广，今日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人物。您这盘棋下的实在是太大太深了，我雷震虎服了。从今往后，您指哪儿，我雷震虎和我手底下这帮兄弟就打哪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来喽来喽，免费的神仙水嘞，喝一口，浑身有劲儿，干活不累。不要钱，白送的嘞。哎，这水真有行效啊！我刚才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喝了这水怎么又有力气了？神了，这神仙水真的能补力气。一张以神仙水为名，以雷震虎的黑道势力为骨，庞大而隐秘的销售网络，就在周宏泰以及整个青石县官府的眼皮子底下悄无声息地织成了。那萧记没了盐是怎么撑下去的？这一个月，香宜工坊非但没倒，反而运转如常。那姓萧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老爷，您多虑了，那萧景怀不过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罢了。他那点香宜生意赚的脂粉钱，坐吃山空能撑几天？依小的看，他就是在硬撑。等他把那点老本败光了，自然就得乖乖把盐引和祖宅双手付上。但愿如此。传我的话下去，派人给我盯紧萧记，我倒要看看那姓萧的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是，老爷。萧老板，按您的吩咐，这一个月神仙水已经送遍了全城。如今这青石县，但凡是干力气活的，就没有不知道咱们神仙水的。兄弟们也都跟那些苦力义户混熟了，您要的那张网成了。这盐咱们也囤了不少了。萧老板，咱们什么时候正式开卖？兄弟们都等着跟着您大干一场，赚大钱呢。不急，网虽然铺好了，盐也囤够了，但是现在还不是我们正式收网、大举进攻的时候。为何？咱们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东风，雷大当家，你说的对，我们确实还欠一阵东风，而这阵东风得由周宏泰亲手替我们刮起来。还是这日子过得舒坦，整天熬什么劳什子相宜，累死累活，有什么意思？果然。少爷，那钱耗子是周宏泰派来的密探，小的早就发现了。您为什么要故意在他面前装出这副醉生梦死的样子啊？还有，桌上那张烧了一脚的纸。燕安，你可知道周宏泰现在最想得到的是什么？是咱们家的盐纸，还有祖宅。周宏泰最想得到的是我萧景怀能造出雪花盐的秘方啊！可周宏泰他不知道咱们会造盐啊。他现在确实还不知道，但是他很快就会知道了，而且他还会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少爷，这造盐的法子是咱们的命根子啊！您怎么能送给周宏天那个老贼呢？他要是学会了，造出了雪花盐，那咱们不就前功尽弃了吗？燕安，你只看到了送，却没有看到我送给他的是什么。你仔细看看，这张秘方
和我们真正造盐的法子有什么不一样？溶解，对的，先溶解，过滤，木炭过滤也对，熬干结晶也对。少爷，这张秘方是假的，不是假的，是缺了最要命的去毒那一步。如果周洪泰照着这张秘方去造盐，他造出来的盐溶解了、过滤了、熬干了，看着跟咱们的血盐一模一样，又白又纯。可那里面要命的毒根本没有被除掉啊！那他造出来的根本不是雪花盐。不错，我送给周洪泰的不是什么造盐的秘方，我送给他的是一道看起来无比完美却缺了魂的催命符。周洪泰贪婪成性，他得到这张秘方一定会如获至宝，他一定会迫不及待地用它去造盐，造出大量看似洁白如雪，实则剧毒无比的毒盐。然后他一定会用他那贪得无厌的心，把这些要命的毒盐卖出去，卖给那些他想巴结的达官显贵，卖给这青石县里所有迫害过我萧家助纣为虐的人。少爷，您这一招实在是太狠了。是他为了一份盐引，设局坑光了我萧家的家产，逼死了我的父亲。是他下了断盐令，想断我活路，让我萧家寸草不生。我不过是给了他一个选择的机会，我把这道残缺的秘方放在那里，他可以选择不贪，可以选择踏踏实实做生意，可我赌他一定会贪，因为贪婪和狠毒早就刻进了他的骨子里。他造毒盐、卖毒盐、害人性命，都是他自己的选择，我只是把他亲手种下的恶果，让他自己一口一口吞下去罢了。这叫自作孽不可活。延安，记住，这道去毒的秘方是我们萧记真正的命根子，从今往后除了你我二人，绝不能有第三个人知道。少爷您放心，小的就是死也不会说出去。还有，这些日子工坊里造的血盐先全部封存起来，囤好。雷大当家那边的神仙水也照旧送，一切都按兵不动。我们要做的就是演好这出戏，然后静静地等着周洪泰这条大鱼咬钩。老爷，大发现，天大的发现啊！慌慌张张成何体统？什么大发现？老爷，小的查清楚了，那萧景回没了盐，之所以还能撑下去，还成天醉生梦死、有恃无恐，是因为他手里有一个天大的秘密。秘密？造盐。老爷，那萧景恒他会造盐，而且是造那种白得像雪一样的顶顶好的精盐。什么？你说什么？他会造盐？你可看清楚了，不是胡说，千真万确。老爷，小的亲眼在他工房的桌案上看见了他造盐的秘方，那秘方上画满了小的看不懂的古怪符号，还有造盐的工序。小的记性好，虽然看不全，但大概的流程都记下了。那秘方现在在哪里？就在他工坊的桌案上。是，就在他那间听曲喝酒的厢房里。那萧景兄整日醉生梦死，把那么重要的秘方就那么随手丢在桌上，根本不当回事儿。老爷，小的有把握能把他弄到手。一个丢在桌上不当回事的秘方，会不会太顺利了？好，钱耗子，这件事办成了，我重重有赏。你想办法，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张秘方给我弄过来。老爷放心。少爷，鱼儿咬钩了！哈哈哈哈！天助我也！天助我也！我得到消息，周洪泰那老贼买通了巡抚衙门，要以私采毒盐、意图谋反的罪名抓你。官府的人已经出动了，正往你城里的宅子去。什么？谋反？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啊！少爷，咱们快跑吧！肖老板，要不我这就带兄弟们护着你先出城避避风头。这谋反的罪名可担待不起啊！跑？为什么要跑？少爷，那可是谋反啊！被抓进去是要杀头的。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周洪泰要抓我下狱，这正是我等着他走的这一步棋。等着他走的棋？雷大当家，接下来这几天，无论城里发生什么事，你都按兵不动，只管看好这座盐山和我们囤积的血盐，还有神仙水，继续送。但要悄悄地留意城里那些达官显贵的动静。肖老板，我要进去歇几天，你们记住，鱼吃饵的时候千万别惊动他。
等那枚倒钩刺穿他内脏的时候，再收线。萧景怀，你私采独眼，意图谋反，证据确凿，跟我们走一趟。萧大少爷，别来无恙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光会洗手是活不下去的。如今你可知道我周宏泰的厉害了？私采独言，意图谋反。萧大少爷，这一回你可是插翅难飞了，等着吧。叶安，我跟你说过的话还记得吗？记得。哼，都这个时候了，还在这装神弄鬼，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翻身。萧公子，您这牢饭吃的可比小人家里的年夜饭都香啊！您这心也真大，都这时候了，还这么有闲情逸致。急有用吗？既然急没用，那不如吃好喝好，养精蓄锐，静待佳音。哎，你听说了吗？萧家那个少爷被抓了，说是私采独言，要谋反。嗨，我就说嘛，那废物翻不起什么大浪。这下可栽了大跟头了，谋反可是要杀头的呀！诸位，今日承蒙各位赏光，周某蓬荜生辉。来，这第一杯，周某敬大家。周老爷客气了，恭喜周老爷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周老爷如今执掌青石县盐业，真乃我等楷模啊！宏泰啊，你这玉雪盐本官也尝了，确实是好东西，又白又纯，连本官那挑嘴的犬子都赞不绝口。这些日子顿顿都要用呢。哎呦，那是世子爷有口福。儿子，你怎么了？来人啊！快来人啊！我的儿啊！我的肚子，我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这是怎么了？中毒了，是中毒了，是这饭菜里有毒！快去请郎中，把城里所有的郎中都给我请来！这是什么毒？老朽从未见过啊！周宏泰，你今夜所有的菜用的是什么盐？是不是你那周氏玉雪盐？我儿这些日子顿顿都吃你那玉雪盐，今夜又吃了那么多，是不是你那盐有毒？是周家的玉雪盐有毒。那玉雪盐分明是我照着萧景怀的秘方精心造出来的呀，又白又纯，怎么会有毒？萧景怀，周老爷，鱼吃饵的时候别惊动他，等倒钩刺穿他内脏的时候再收线。大人，这毒盐是从那萧景回买下的鬼剑除毒盐山上来的，这毒也是那座山上的毒。既然萧景怀能从那毒山里弄出盐来，那他会不会知道这毒的解法？快备马去大牢！萧景洪，是不是你害的？巡抚大人，这是怎么了？深更半夜不在周老爷的庆功宴上享受泼天的富贵，怎么跑到这晦气的大牢里来了？还披头散发的，成何体统啊？萧景怀，本官问你，周宏泰的玉雪盐是不是从你那座鬼见愁毒盐山上来的？那毒你认不认得？巡抚大人，您这话问的可就奇怪了。我一个被您下了大牢，私采毒盐，意图谋反的待死之囚，您怎么反而跑来问我毒盐的事了？萧景怀，只要你能救我的儿子，救下全城中毒的人，本官可以既往不咎。既往不咎？巡抚大人，您可真会说笑。我本就无罪，何来既往不咎？巡抚大人，那毒我认得，那解药我也有。你真的有解药？有，不仅有，而且能药到病除。快拿出来！只要能救我儿，你要什么本官都答应你。我要什么您都答应。巡抚大人，此话当真？当真。本官对天发誓，只要你救了我儿，无论你要什么，本官绝不食言。好，那我们就先立个字据。巡抚大人，解药我自然会给，不过在给解药之前，我想先给大人看2样东西。什么东西？你快说！巡抚大人，您认得这个吗？这是周宏泰构陷我萧家，谋夺我萧家家产，逼死我父亲的铁证。巡抚大人，您现在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罪人了吧？私采毒盐的不是我萧景辉，卖毒盐毒害全城权贵的是周宏泰，设局害人谋夺家产逼死人命的也是周宏泰。巡抚大人，
账册您看完了，现在我再给您看第二样。这第二样东西可跟您关系密切了。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个？巡抚大人，我说过周洪泰是鱼，可我没说过他是唯一一条鱼啊。萧公子，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巡抚大人，您别紧张，我方才说过，只要您配合救下全城中毒的人，我自然既往不咎。这2本账册我也可以替您保管得妥妥当当，绝不外泄。此话当真？只要本官配合，你就不把那本账册捅出去？君子一言。不过巡抚大人，您得明白一件事，从今往后，您这位青石县的巡抚大人得听我萧景怀的。本官明白，从今往后，本官为萧公子马首是瞻。将此药按我写的方子兑水，给中毒的人灌服。中毒重的，比如您的世子，需多服几次，再配合催吐、静养；中毒轻的，灌服1、2次即可痊愈，3、5日内便可转危为安。周洪泰，出来，拿命来，还我家人一个公道！公堂之上，铁证如山。周洪泰私造毒盐，贩卖毒盐，毒害全城权贵，罪证确凿。原来那被人吹捧为第一盐商的周洪泰，竟是这样一个谋财害命、心狠手辣的奸商。这种奸商就该千刀万剐。周洪泰私造贩卖毒盐，谋害人命，证据确凿，论罪当斩。周氏满门抄家，流放3000里，永世不得返回青石县。萧景怀，是萧景怀，一定是萧景怀。爹，孩儿回来了。那个坑害我萧家、逼死您的周洪泰，孩儿已经替您惩治了。他私造毒盐，谋财害命，落得个满门抄家、流放3000里的下场。这是他咎由自取，是他自己亲手种下的恶果。被他骗走的萧家家业，孩儿也已经一分不少地夺了回来。如今咱们萧家的盐卖遍了青石县，孩儿还要让他卖遍整个大梁。孩儿向您保证，咱们萧家的盐是干净的盐，是良心的盐。孩儿会让这天底下所有的百姓，无论贫富贵贱，都能吃上一口雪白、干净、不掺半点杂质的好盐。这才是孩儿想做的事，也是孩儿告慰您在天之灵最好的方式。雷大哥，咱们少爷真的做到了。从7枚铜板到如今，我到现在还觉得像在做梦一样。延安，我雷震虎混了半辈子，自以为看透了人心，看惯了臣服，可跟着你家少爷这些日子，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本事，什么叫真正的凶心。他能从绝境里翻盘，靠的不是运气，是那满脑子的奇思妙想，是那算无一策的心计。可更难得的是，他有本事让全城权贵万劫不复，却留了解药，救了所有可救之人。他惩治的永远只是真正的恶人，这份心性，这份良知，才是最了不起的。这样的人，值得我雷震虎跟他一辈子。少爷，京城来的800里加急。少爷，是好事还是坏事啊？燕安，你可知道我大梁如今最大的弊症是什么？是盐，准确的说是盐症。官盐质劣价高，百姓苦不堪言。盐引被各地巨诸豪强把持，层层盘剥。朝廷一年到头收上去的盐税，10成里头，怕是有7、8成都进了那些蛀虫的腰包。周洪泰不过是这青石县里的一只小蛀虫罢了。真正的大鱼在京城，在那盘根错节，连皇帝都未必动不了的盐铁衙门里。少爷，您的意思是，这封信是有人注意到我这青石县的血盐了，注意到一个能把毒盐变成贡品，能用1袋盐跳动1县盐市的人。有人想见我，而且是一位能让整个大梁的盐政都为之一振的大人物。少爷，那咱们去吗？燕安，少爷，小的在。收拾行装，知会雷大当家，看好青石县的基业，再让魏巡抚备好我萧纪盐运北上的一切文书。咱们进京。